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2月4号发布元宵节 MV， 被多家台湾媒体关注。台湾 TVBS 新闻网提到了解放军发布的 MV 中相关细节：一名军人拿着望远镜在船舰上遥望台海，穿插两岸景色与大陆高铁，并配有旁白：今天跨海相望，你在那头，我在这头；明天坐着高铁，你来这头，我去那头。让一湾浅浅的海峡不再盛满深深的乡愁。多年来，海峡两岸同胞热切期盼建设一条横跨台湾海峡陆路通道，以解乡愁。值得期待的是，早在2021年11月24号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中证实，大陆方面正在规划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。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平潭段已经实现公路、铁路全部贯通，福建省有关方面已经完成与金门、马祖通桥的初步技术方案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》已规划福州至台北支线建设，主动将台湾纳入国家交通整体网络建设顶层设计究竟是怎样的？相关布局释放出怎样的信息？民进党当局又设置了怎样的障碍？为什么极力阻挠两岸正常往来？他们究竟在担心害怕什么呢？其实，从1985年到2002年，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17年间，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。很多对台工作都是由他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。确实，对于台海通道的规划与建设，国家早有规划与布局。在2004年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，在北京7条放射线高速公路中，就有一条规划跨海接到台北。2008到2011年铁路规划案也多次把福州到台湾的铁路列为规划研究路段。2021年2月，国务院印发的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》提出2021至2035年中国交通建设愿景，其中就包括一条从福州到台北的高铁。这条高铁建成后，可以从福州直接到台湾，按照现在的高铁时速，不到1小时就能抵达台北。实际上，台湾海峡的这个跨越呢，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呢，已经解决了一部分，大概是解决了10%到15%左右。它把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往前推了大概17公里，而且这个海况也与我们台湾海峡的海况呢是非常类似。所以我觉得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的建成呢，在这个中间呢，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的经验和教训，就说明以前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的对台政策都是以防止台湾独立、法理独立，就防独为主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工作重心已经转到了促统为主了。那么促统为主就要有实际的行动。我们知道以前过去一段时间以来，这个3通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成就。那么光3通还不够的，我们现在有第4通，就真正的通起来，使台湾成为祖国大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那么现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呢，也是就最后说势在必行。除了平潭，下金跨海大桥也即将进入工程阶段。几十年来，金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一直在充当台湾和大陆的和平大使。金门想要发展经济，依托的是福建厦门，而不是台湾。在2013年，习总呢又提出了"一带一路"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战略的布局，高层呢也在探索如何怎么样让台湾来加入到"一带一路"的共同发展的一个大格局里面。所以这个金厦互联互通，目前是最现实需求，也是最可能性的。我们直接通到台湾本岛，目前还不能做到，因为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技术的难点，还有两岸的关系。目前民进党在那儿搞的台独，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把台湾海峡通道建过去。但是金门有强烈的要求啊，这个马祖也可以很快的我们可以通过去，所以戎马通桥、下金通桥的工程技术方案都在加紧的研究，已经有了初步的工程设计。我想一步一步都会
不断的在实现起来，先把这几个冲起来，然后台海通道也会一步一步往前推进。我就听到台湾方面的连江县的县长刘增印，他当面给我讲，他说你们不要等了，你们直接先把桥修到这海峡那个马祖马尾之间中间的地方，那下一次我们时机一成熟，不是这样更快吗？他是很认真的给我讲这个话。那么两岸的发展越来越一体化了，它是有这个需求的，民间有这个需求，市场有这个需求。那么国家对台湾问题的治理已经不是未来的事情，是现实的问题。现在中央政府对台湾就是进行各方面的治理，台湾方面虽然在抗拒，但是呢，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做。有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，他们也愿意做的，那更要抓紧做。根据专家多年研究与对台湾海峡的考察，台海通道已经从最初的以修建隧道为主，演变成桥隧及局部陆地相结合的工程方案。而且近些年来，中国建设了一批大型跨海大桥，如杭州湾跨海大桥、胶州湾跨海大桥，以及备受瞩目的港珠澳大桥、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等。这些超级工程涵盖了中国桥梁建设的最新技术，有些甚至超越了世界桥梁建设水平，并创造了世界工程的奇迹。在港珠澳大桥建设完成后，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设计负责人孟凡超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，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、造桥技术水准以及工程材料水平，对建造台湾海峡跨海大桥我们是有信心的。特别是在建造了港珠澳大桥后，完成50到60米水深的施工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港珠澳大桥不完全是桥梁所组成，它是一部分桥梁，然后呢一部分是隧道，大概有6.8公里的那个隧道，然后呢还有2个人工岛，所以呢完整的说起来，港珠澳大桥是一个桥岛隧工程。那么未来如果说台湾海峡需要修建桥岛隧工程，那么港珠澳大桥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。2021年11月22号至23号，海峡两岸工程建设与管理论坛在平潭成功举行。葛耀军教授也以台湾海峡通道与特大跨悬索桥挑战为题做主旨报告，对台湾海峡通道建设的自然环境、技术条件和建成效益进行了科学分析，提出建设台湾海峡通道的桥隧结合的可行性方案及其主要技术难点。葛耀军教授表示，为确保台海通道的跨海大桥下方能够通行大型船只，需要把悬索桥的跨径做到很大。目前吨位最大的船舶要求的航道宽度为1700米左右，如果是双向行船，需要3400米。国家973项目在2017年解体时提出，能否把桥梁的跨径做到5000米，而现在自己和团队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。我做的这个报告呢，绝大多数的内容呢，应该说还是基于了我在2017年完成的一个973的项目。那么其中呢，就做到了5000米跨度的悬索桥。当初的背景实际上就是台湾海峡。我们看了一下，在台湾海峡中间有一块，它叫台湾海峡盆地，水深就比较大，可能超过了70米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可能会遇到在5000米范围里面没有办法设桥墩，或者现有的技术没办法做，所以我们就提出了呢，做一个5000米跨度。那这样的话，即使是碰到了台湾海峡盆地跨不过去的这个地方，那么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个桥梁呢来应对。2035去台湾这首网络歌曲的名称表达了大陆网友的一种强烈愿望，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是大陆官方在确立一个所谓的时间点，也不应该对这样一首网络歌曲强行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。无论如何，随着统一进程的加速，未来两岸民众在春节等节假日乘坐着便利快捷的交通工具你来我往，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。我们也相信这一天也不会太远了。两岸专家携手规划的台海通道会是一条怎样的通道？有哪几种方案？在共同筑梦的20余年间，围绕台海通道又发生了哪些动人故事？一起来洞察关键。1996年，清华大学教授吴之明对当时刚刚开通的英吉利海峡隧道进行了考察。随后，他在《科技导报》发表了英吉利海峡隧道工程的经验教训和台湾海峡隧道的构想，首次正式提出了开挖台湾海峡隧道连通两岸的构想。清华大学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台湾海峡隧道论证中心，并设立了论证课题。研究中的台湾海峡通道全长约125公里至150公里，是世界上最长、建设难度最大的海峡通道。
之后这些年，业内专家多次进行可行性探讨、预测和论证后，提出了北线、中线、南线3条线路。北线方案是从福建长乐经平潭岛跨台湾海峡到达台湾新竹，线路两端分别靠近福州和台北。中线方案包括从福建莆田经南日岛跨台湾海峡到达台湾苗栗。南线方案从厦门经金门、澎湖列岛直至台湾嘉义。其实我们20多年来，每次开这个研讨会，总共提出过有6条这个线路的方案。当时最早提出来是北线和南线。北线的这个线路从地址上来讲，它是比较好一些。还有一点呢，它是靠近大陆的福州，靠近台湾的台北、闽台2个省的政治中心，所以这个呢被大部分的学者认可，但是呢并不是最后确定的啊，因为最后的工程确定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，需要有钻探，需要有可行性研究，国家批准。但是呢，这条线路已经被国家的中长期规划列入了这个国家高速公路，叫 G3 这条高速公路，从北京到台北，这样高速公路是通过北线走的。另外呢，南线这条线路的好处呢，是它经过了好几个岛屿，并且通过这个线路能够把这些岛屿充分利用起来，并且开发起来。另外呢，厦门又是福建省的一个经济特区，啊，是很繁华的地方。特别有这个台湾的学者提出来，说如果南线开发起来，它嘉义到台南这一带，能够带动台湾的南部的经济的发展。另外，铁道部还有一些专家还提出来，如果南线、北线都能够开发出来的话，将来和我们这个福建到厦门的这个高铁，还有台湾的这个捷运连接起来，就成为一个环线，这样会大大的推动了闽台两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，取得更加有好的一个效果。所以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设想中间。那现在这国务院颁布的这个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到，要这个从福州可能要规划到台北的支线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3种选择方案现在确定成北线？我们从这个规划纲要来看，可能可以做这种解读，但是呢，具体最后是不是这样，其实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，我们还得有耐心。只要目前没有建成以前，我们不断的在研究更好的方案来建设台海通道，不断的创新。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探索高速悬浮这种，就是没有轨道的这个摩擦力的，能够浮起来，并且可以做成一个真空管道，这个隧道里面把它空气做成很稀薄的接近真空的这个，那么空气阻力也很小，摩擦力也很小，它的时速可以达到1000公里，甚至于更高。那么从大陆到台湾，台湾到大陆，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啊！就你们就像坐电梯一样，将来我们可以运行的模式，可能就像电梯一样。那边台湾的人到齐了，这个隧道的马上就过去，人就过来了，10几分钟，那么整个的城市群就一日往返吴教授还表示，我们不只是为了建通道，而是要建一个巨大的经济区，建设亚洲东方一个新的经济支撑点。
因为目前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通联系主要靠水运与空运，但水运速度较慢，空运运量有限，费用较高，且水运与空运在台风季节有时不得不停航。若能开通陆路运输通道，就将极大的方便两岸往来，降低物流人员往来成本，增强海峡两岸国际竞争力。就在现在我们的研究阶段，实际上已经促进了两岸的融合。当我们建设阶段，我们经过估算，大概台海通道的建设，按目前的来看，起码得3000多亿人民币。这样的投资会带动两岸多少就业，带动两岸多少的相关的产业，材料产业、工程机械产业、信息产业等等啊，这个对我们两岸建设这个民众会带来很大的好处。21世纪是亚太经济世纪，那亚太经济的这个整个引擎是在中国大陆，整个火车头是中国大陆。那台湾跟大陆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地缘之变，有个血缘之亲，跟着大陆发展，这个是一个好啊。所以台湾也有很多讲2035到台北，那台湾就2035台北搭到哪都可以啊，对吧？因为大陆的高铁真的是四通八达嘛。当将来台海通道建成以后，这个将来的两岸闽台和周边的地区这样一个台湾海峡大辖区的发展，能不能和粤港澳大湾区一样，甚至于发展得更好更快？它将来会不会和珠三角、长三角、环渤海这几个经济区，加上我们将来台海的大辖区，成为我们国家发动经济的一个新的一个推动力？这样对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就带来很大的。共同召开的第一届的主办单位，北京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、台湾大学是这两个主办单位。在第6届研讨会期，还确立了两岸轮流举办的机制。第7届首先在台湾举办，在台北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亲临会场致辞。第9届也在台湾召开，大陆赴台的人员有60位，台湾参加会议的达到250人。我记得这是最盛大的一次会议，在那里有许多台湾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，场面非常热烈。很多台湾的这个专家学者把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在我们研讨会上发表，所以无论如何说，这个研讨，这个台湾海峡通道的研究是我们两岸共同推动、共同完成的。